夏天的风在吹，思念偏偏飘入我心。就是想见到你，每分每秒我都不想离开你。你一定有魔力，悄悄地俘获我的心。就这样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一起诉说甜言蜜语，想和你每天在一起，拥抱每个黎明，把你放在我的心底。就这样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一起两个人的旅行，不管历经多少风雨，握紧你的手臂，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就这样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一起两个人的旅行，不管历经多少风雨，握紧你的手臂，我最爱的人就是你。哎呦，你可以随便找个保姆干一干嘛。我不习惯别人碰我的东西。那李彦书就不是别人了。他在我家白吃白住，总要付出点劳动吧。啊，干嘛？记得洗干净。你居然让我洗？我去，太有耐心了吧！要是我，打到第二个，我就把手机给扔了。站住！早上好啊！这么巧啊？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都不接啊？你是不是想让你奶奶再把你关回去？没有，我不是有那个睡觉关静音的习惯吗？所以我没听见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呀。不会在我身上安了什么定位软件了吧？我的办法你不需要知道。李彦书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在这儿同居了是吗？别胡说啊！李彦书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你哎，别胡闹！真是 Michael 家，我不骗你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呀？你要不然打个电话问一下物业，你就知道业主是谁了。但是李彦书可以啊，都住在顾承泽家里了呀。你可别胡说啊！他们两个人之间是纯粹的朋友关系，一点什么什么这个那个都没有。还有，他们两个有公司上下级之分，所以你别乱传啊，尤其是不能告诉我奶奶。好啊，那要看你怎么做了。好，我现在呢就把手机调成铃声，随时接你的电话。这还差不多。开润里，美籍华裔女性，是这次呢我们几个目标当中呢最有名，同时也是最神秘的一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14岁呢就被 Vogue 美国版呢评选为最有潜力的新人设计师，并且呢是受邀在大都会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设计展。15年就成立了高级定制品牌开润里。那它的这个品牌呢，是经常受到各大名流的邀请来给他们度身定制。紧接着，15年底的时候，又跟快时尚公司联手推出了 KL 合作系列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，同样也是一上市就被疯抢了。
但是呢，他的个性非常的低调，从来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，而且呢，连自己的秀场都很少露面的。那我们这次呢，也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，仅仅就找到了1张照片。董事长，开瑞里从今年开始就没有什么消息了，几个社交账号都停止了更新，我就担心，怎么请不到他呀？而且，就算最后我们能够请得到他的话，估计也得大费周折。那我们 NewFace 这个平台这里未必能够等得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同时接触了另外几位，也都是业界比较知名的设计师。就是开瑞里，我们要的人，当然必须是最好的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他要多少钱？这个，董事长，我觉得钱倒不是问题。开瑞里架子很大，平时受邀的都是各大服装周。这样，以我的名义给他发邮件，我亲自邀请，无论是酬金还是宣传，一切都要满足他的条件。再开一个盛大的签约发布会，以我们盛虹在国内的地位，我就不信他会请不来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哎，回家还带水果呀？咱家也不缺这个。你最近也不上班，别老瞎花钱。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事吧？嗨，我老毛病没什么大碍，倒是你韩叔叔的高血压有点严重。上次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就让他注意饮食，说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很有可能造成血管堵塞。韩叔不在家啊？他去公司了。自从闹出了解约那件事儿，他就每天都去公司。唉，他岁数也大了，身体也不好。念叔啊，你真是应该回来帮帮他。吃一个。你说你之前不愿意回来吧，我还可以理解。现在顾家那个老太太既然不同意你和顾景莹在一起，还把你给开除了，你为什么还继续执迷不悟呢？不肯回来帮你韩叔啊？毕竟咱们才是一家人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自有安排。你要身体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拿去好好看看吧。董事长，开瑞答应跟我们合作了。废话，你平时都是怎么工作的？遇到一点事情就说有难度不好办，为什么我一出面，问题都解决了？是，谁让您是董事长，我们还是总监呢？少拍马屁了。你马上去拟一份合约，条件就按照上面说的，一律满足他。我就不信我一个盛虹，离开他一个李彦书就不赚了。是。等一下，再去搞一个签约仪式，一定要多邀请几家时尚界的媒体，要做得隆重漂亮。是的，董事长。走。
品，我去年有幸在纽约时装周上见过，确实很有才华。我记得他当时是签约在一个大品牌旗下，请问盛虹是如何打动他的呢？这次合作是我亲自发出的邀请。是您亲自发出的邀请？是的，我们盛虹一直求才若渴，非常重视人才。Karen 的设计才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然，他对我们运营的 New Face 平台也非常感兴趣。所以，我们这次的合作是水到渠成。你好，那关于合作条件，您方便透露一下吗？我们在邮件沟通时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可以提出任何条件，我们尽量满足。Carrie 里随后提出了几项与他的才华完全匹配的条件，我当时就答应了。当然，太多的细节就不便透露了。各位，Carrie 里已经来到了现场。让我们欢迎他吧。难道他就是开瑞里？原来他不是姓李，他姓黎呀！闹了半天是黎特助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是他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董事长，很感谢你对我的邀请，我很荣幸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董事长。李彦书，顾太太。你何必这么生气呢？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要仰仗你当年对我的赞助啊！你竟敢得了便宜还卖乖！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你。但是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，您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您的合作伙伴，这很不专业。你好心提醒你一句。我们这次的合约签得比较严谨，你要是再随随便便毁约，那我只能感谢你帮我发家致富了。另外，出于对你主动邀请我合作的事情表示感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儿。什么事？我现在不喜欢顾景云了，所以你也可以大可放心。没错，你根本不是喜欢她，你喜欢的只是盛虹女主人这个头衔。看中了她的家世背景。哎呀，顾太太，你当盛虹女主人这么多年，是不是越当越过瘾？觉得全世界的女人都会觊觎这个位置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在你眼里是宝座，可能在别人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还有，我之前说的那些话，就是为了气气你。
还挺好玩的。你以为你换了个身份就会有什么改变吗？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们家锦云，当初就不该答应我的合约。哎呀，你这话说的是真好笑啊！在商言商，我对你孙子没有兴趣，不代表我对你公司没有兴趣。实际上，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，我很看好 NewFace 这个平台，也希望借这个平台好好发展一下我的事业。既然你主动向我递来橄榄枝，我当然要珍惜这次机会。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耻的女人，你凭什么知道我就会让你好好发展？顾太太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，但是这都没有意义呀。如果你是盛虹合格的女主人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以 NewFace 目前的局面，当务之急就是放下对我的成见，换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我和我们的合作。反之，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为了私人恩怨罔顾公司利益，那你连经商的资格都没有，还不如早点退休，退位让权吧。你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凡事可一不可再，可再不可三。你以前打过我2回，我是晚辈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现在我是你亲自打锣打鼓请回来的合作方，你要是再打我1耳光，那丢脸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了。从某种层面上来说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的确多亏了你当年的资助。试想一下，要是我没有去国外念书，而是跟顾锦云在一起，说不定没过多久也就分开了，也成为不了今天的 Karen Lee。所以我会找机会跟顾锦云说清楚，也当给你一颗定心丸吃吧。但是我建议你不要插手这件事儿，你越是粗暴的干涉，他越是逆的。其实顾锦云对我的感情，并没有他想的那么深。你这是在教育我怎么管教孩子吗？不可救药！我的天哪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黎特助又回来了。真的？他就是 Karen 黎。真的呀Karen小姐好。黎特助好。你怎么还叫他黎特助啊？不然呢？像你一样叫Karen小姐，那样谄媚。这怎么能叫谄媚呢？就是谄媚。海小姐，这么巧，我正准备去邀请你确定一下发布会的方案。是挺巧的，巧得令人难以置信了。不错啊，摇身一变变成了Karen李了。作为4大时装周的常客，不得不承认你还是有2把刷子了。你过奖了，我也没想到会弄得这么戏剧性。其实还和以前没什么区别。是没什么区别，我跟以前一样，依然瞧不起你。这样啊，海小姐看来对我的成见很深啊。那是因为你的心机太重了，藏得挺深啊，小姑娘。告诉你，我平生最瞧不起的，就是你这种女人，一边吊着顾锦云，一边还在勾引顾承泽。纽约回来的新锐设计师又怎么样？狗改不了吃屎。所以呢，我的发布会就不劳你费心了，还是由顾承泽来负责。你等等，不负责你的发布会倒也没有什么，就怕到时候销量数据不好看，那就威胁我。不敢，我只是做好我该做的事情。既然海小姐要去找顾总裁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有事记得找我。总裁最近实在是太奇怪了，感觉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他不就是在烦黎特助的事吗？
黎特助现在回来了，他的心情也该好了吧？我看未必。总裁这个状况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。黎特助这事儿也是罕见，突然杀了一个河马枪，竟然把董事长都扳了一刀。我估计董事长现在已经气得快中风了。那是，他跟董事长斗争的经验可不是1天2天喽。又有什么八卦？说来听一下呗。没有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哟，凭我俩的交情，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凭我俩的交情，有些话不该说，我还是不能说。行吧，你不说拉倒。我可是听了一整天的八卦，说的可难听了。谁呀？黎特助吗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不是吧？他这不是挺励志的屌丝逆袭吗？切，这种剧情电视上看看也就算了，这样发生在自己身边，没有人会真的开心。有人逆袭成功，就意味着有人失败，大家今后只会对他小心防范。现在人人都在说他心机深、手腕狠，是潜伏在办公室的伪装者，正担心哪天被他算计呢。你们这些女人心思真是够复杂的。哎呀，别八卦了，时间马上到了，赶紧去接海小姐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觉得我是谁？李彦书 ，Karen 李，哪个是你？哪个都是，哪个也都不是。你希望我是哪个？你在说绕口令吗？你现在什么感觉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心机又深、手段又狠，总是潜伏在办公室里，时时刻刻想着算计别人？手段狠不狠我不知道，但确实有心机。你真的这么想？那不然到现在你没跟我提过这件事情。你到底有几个身份？我有好多个身份呢，我还会在不同的场合拿出来不同使用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伪装者啊！我喜欢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，是不是没想到啊？确实没想到，但是理所当然。你这么爱说谎，有戏剧性的人格也很正常。有戏剧性的人格，真是够了！我不想跟你说话。等等，我有事问你。总裁，海莲娜小姐在等您。叶叔，听说奶奶又把你聘回公司了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最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很有办法。怎么了，叶叔？你好像不太开心啊。我能怎么样？谁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好着呢。谁惹到你了？你惹着我了，你别跟我说话。喂。有话快说。顾静云，奶奶，怎么是你啊？马上给我回来一趟！什么事儿啊？喂。这种剧情电视上看看也就算了，这样发生在自己身边，没有人会真的开心，大家今后只会对他小心防范。你到底有几个身份？我有好多个身份呢，我还会在不同的场合拿出来不同使用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伪装者啊。在整件事情，李彦书是无辜的，希望你可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。你。
刚才那种情况，你明知道董事长来者不善，你为什么还要故意顶撞他？所以刚刚那种情况，我就应该一言不发，任由他羞辱我吗？你这样做吃亏受伤的总是你。董事长，我是 CEO， 有执行管理权限。如果您不收回成命，我会让李彦书3年后复职。奶奶呢？太太在书房，今天心情很不好。猜到了，因为我今天心情很好。奶奶，你找我？这2天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哪儿也没去啊！您老手段那么厉害，我能去哪儿？公司里待着呗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凯瑞里就是黎彦书啊？我不知道啊。真的？我真不知道，我今天也是去公司才知道的。他一回公司，你也回去了，难道他真是你唯一去公司的理由吗？您要是非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混账！你可是我们顾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就不能有点责任感吗？我怎么没有责任感了，奶奶？我最近工作的挺好的呀，您不是还要给我搞那个什么任职仪式吗？突然间就跟我翻脸了，把我给关起来，咱们到底谁没有责任感呀？你要是不跟那个臭丫头在一起，我怎么可能把你关起来？奶奶，黎彦书他到底怎么得罪您了？您怎么这么对他不满意呢？你是不是没脑子？当初他是怎么跟我讨价还价的？难道你都忘了？我是忘了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啊。奶奶，您能不能别老在我背后做这些小动作呀？你，我告诉你，黎彦书就是看中了我们家的钱财，他根本不爱你，也不喜欢你，你趁早醒醒吧。奶奶，我跟彦书的事你不懂。我是不懂，可是他不喜欢你，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我说彦书怎么突然跟我发火？原来你又去欺负他了呀！奶奶，你能不能别老说人家彦书贪图钱财？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什么？我欺负他？哼，我就是欺负他了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他在上红待着，今后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奶奶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愚蠢的孙子？竟然让一个丫头玩弄于股掌之上！我看您呢，也聪明不到哪儿去，还主动要求跟人家合作呢。你给我回来！这边呢是我们的 VIP 室，然后左边的这一家是我们的豪华沙龙，右边是我们的音乐厅。来，请往里边走。顾总，大体情况就是这样，3位请到那边稍等，我去给大家倒茶。海小姐，对发布会的场地还喜欢吗？当然满意啦，只要是顾总选的地方，我都喜欢。高阳，就预定吧。顾总，人家走了1天了，腿好痛啊，
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吧？那海小姐自己去休息一下吧，告辞。顾总海小姐不好意思，顾总是一个连上卫生间都会合理规划时间的人，还请您谅解。小朋友，没事吧？谢谢叔叔。以后在这种情况不能玩球了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叔叔，这个给你吃。叔叔，你不喜欢吗？说我喜欢。小朋友啊，你的球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俊俊回来了。哇，总裁，没想到您这么有爱心，简直就像是天使。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？那我以前在你心中是恶魔是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您在我心中一直都是特别的善良。等一下，啊，这个棒棒糖刚才掉到地上了。有包装。您的洁癖。这个应该可以接受吧？啊，我先去开车。一个，就刚才掉在地上了。哎，这有外包装哎，这个程度应该可以接受吧？怎么回事？我被离艳术感染了吗？总裁，您最近真的很奇怪啊。有吗？那奇怪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。是吗？您以前开会的时候可是从来都不会走神的。设计部的金总监一直没有能够搞定方案，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刻薄的。还有刚才您还吃了掉在地上的棒棒糖，一点都不像冷酷严肃的您了呀。我觉得我一直都挺亲切的。亲切？是亲切，特别亲切。不过，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您对他是不一样，但是也谈不上是亲切。谁啊？李特主任。您以前总是一张扑克脸，冷冷的也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总是能被黎特助给激怒。您知道吗，总裁？咱们楼下的售货小姐还在传您和她的八卦。什么八卦？他们说李特助跟您的关系不一般，李特助还亲过您呢。这要不是我对您有着充分的了解，差点我都信。
过您对李特助吧，确实是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上次那一战您还记得吗？他的箱子碰了您一脚，结果您就一路追着他。就算是盛虹的股票跌到最低点，我也没有见您有这么大的反应。还有那次小酒馆，咱们一块去找他，没想到他完全不把您当回事儿，还当着您的面砸酒瓶子。哇！我还是头一次见有人敢这么对你。那件事情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。总裁，开好你的车。是。顾警员，你搞哪出呢？迈克，我昨天思考了一天一夜，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我决定要追求李艳淑。喂，行，我答应你。 Yes。不过我们要签订合约，我帮你了解李艳淑。你要乖乖回公司，学习管理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什么事？ 关于我是 Karen 黎这件事儿，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说两我不知道。好。关于海莲娜的方案，海莲娜的方案已经定好了，场地也定好了，稍后让高秘书把资料转给你。还有事吗？ 好吧，我为了我上午的态度给你道歉。我原谅了。居然不等我！不是说已经原谅我了吗？小气！喂，喂，你在哪儿？怎么了？找你有事儿，你赶快回来，我在家旁边的咖啡厅等你。 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有这种知名度，足以在韩氏占有一席重要位置。
为什么要去盛虹？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？你真是没良心！我培养你这么多年，终于把你培养成才了，出名了。可你不感恩，不回报，不来自家公司，偏偏要去这个盛虹集团，你是不是想要气死我？你把我培养成才？哼！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我在国外可没花过你1分钱哦。要是没有我给你的基础教育，你能一下子到国外吗？你给我的基础教育，我说错了吗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能进到这么好的学校，能认识顾景云。结果呢？结果你是怎么报答我的？我3番5次好话说尽，劝你回韩市。结果呢？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我对韩市没有兴趣。遮去的阳光太疲倦，我准备了幸福填满这夏天，浮现你的脸，而你是否也看见？雨滴落在无尽的时间，是谁从身后蒙住了我的眼，让我看不见，但却对谁有点念。多少次再问你一遍，有没有终结的谎言？你从不理会我，还是依旧在表演？多少次再爱你一遍，用心痛换你的直觉，你终于谢幕后，依偎在我的身边。多少次再问你一遍，有没有终结的谎言？你从不理会我，还是依旧在表演？多少次再爱你一遍，用心痛换你的直觉，你终于谢幕后，依偎在我的身边。